在家紅燒肉做不好，你可以試試我的这個做法。出鍋後肥而不膩，瘦而不柴，入口即化。逢年過節，家裡來客人時，都點名要吃我做的紅燒肉。今天我就用簡單家常的做法，教會大家做一個最好吃的紅燒肉。接下來跟着視頻來看看詳細做法吧。首先準備一塊五花肉，做紅燒肉一定要選擇這種五花三層的，這種肥瘦均勻、層次分明，做出來的紅燒肉肥而不膩，瘦而不柴。今天我買的這個五花肉是10塊錢一斤，朋友們，你們那是多少錢一斤呢？我買了3斤多。先把五花肉分割成大塊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想要做出來的紅燒肉沒有腥味，而且口感更好，下面一步非常的關鍵，提前把鐵鍋像這樣燒至冒煙，取出一塊五花肉，豬皮的一面朝下，放入鍋中，把豬皮燙一下。豬皮的表面分布着大量的汗腺，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通過高溫燙皮，可以破壞掉汗腺組織，減少腥味。五花肉即使經過賣肉的處理過，豬皮上仍然會殘留一些細小的根毛，像這樣燙制一下，可以輕鬆燒掉這些毛髮，吃起來不但乾淨衛生，燉煮過後的口感會更加 Q 彈鮮嫩。全程用小火慢慢烤至豬皮表面焦黃起泡。家裡面有噴槍的，可以直接灼燒豬皮，這樣就方便多了。燙制的過程中，要像這樣來回摩擦豬皮，然後再按幾下，這樣可以使豬皮更貼近鍋面，燙制出來的也會更加的均勻。燙制豬皮不單單是去腥去毛的步驟，更是提升紅燒肉的整體口味和口感的關鍵環節。喜歡吃紅燒肉的朋友，這一步千萬不要忽略掉了。將燙焦的五花肉放在溫水中浸泡5分鐘，這樣可以軟化豬皮，方便下一步的清洗。浸泡過後，用小刀或者是用鋼絲球在豬皮的表面來回刮擦，去除掉焦黑部分和殘留的雜質，刮至豬皮表面乾淨，呈金黃色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把所有的五花肉按照相同的方法全部刮除乾淨。全部刮除乾淨後，放入清水裡面給它清洗一遍，也可以放入流动的清水下面，把豬皮清洗乾淨，確保無殘留的灰屑和雜物。若是豬皮表面殘留較多的髒物，可以放入一勺麵粉，搓洗以後再沖洗。麵粉有助於吸附污垢，洗淨後擦乾水分。然後從中間對半切開，再改刀切成大一點的塊。做紅燒肉，塊一定要切得稍微大一些。大塊的五花肉在燉煮的過程中縮水較小，能夠更好地鎖住內部水分，避免肉質發柴，吃起來更加軟嫩多汁。而且大塊的五花肉可以減少肉和水的接觸面積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入盤中備用。接着再準備一顆大蔥，改刀切成馬蹄塊。大蔥可以適當的多切一些，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。切好後，先裝入盤中，準備一塊生薑，切成薄片，薑皮不需要去掉，只要清洗乾淨就可以。切好後放入盤中，準備2小塊桂皮，幾片香葉，2顆八角，全部準備好後，先放一邊備用。接着鍋中加入一些清水，把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鍋。這裡有個重要的提示，不要用熱水焯水，否則肉表面遇熱收縮，內部的血水無法排出，導致腥味重，肉質發柴。放入薑片、蔥段、料酒去腥。等到煮至完全開鍋以後，表面會有一層浮沫，給它撇乾淨，然後繼續焯水2到3分鐘即可。也不需要煮制的時間太長。用窨裡控水撈出。五花肉撈出來以後，你會發現表面可能殘留一些浮沫，這時候可以放入一盆溫水裡面，下手清洗乾淨。記住，不要用冷水冲洗，以免肉質遇冷收縮變柴。看一下，像視頻裡這樣就可以了，就已經非常的乾淨了。然後用窨裡撈出來，一定要控乾水分。
接下來起鍋，倒入適量的食用油，再把控乾水分的五花肉放入鍋中，快速的煸炒，炒出裡面多餘的油脂。這樣做出來的五花肉吃起來一點也不油膩。把五花肉炒至表面有些微焦，看一下裡面炼出了很多的油。先把肉全部給它盛入盤中，把裡面的油全部给它倒出来。鍋中留一點底油，放入一把冰糖，炒一個糖色。炒糖色時，盡量選擇白冰糖，白冰糖炒出來的顏色更晶瑩剔透，色澤紅潤。如果用黃色的冰糖，雖然也上色，但顏色不鮮豔，掌握不好火候，容易炒糊炒焦。白色的冰糖甜度較高，經過脫色精煉，雜質少，不發苦，適合快速上色。黃冰糖未脫色，保留了甘蔗更多的營養成分，特別適合煲湯或者做甜品。所以炒糖色優選白冰糖。炒糖色時，全程一定要開小火，慢慢翻炒，以免把糖漿炒糊。糖液由透明變淡黃，變紅中，接着放入五花肉，然後快速的翻炒，使每一塊五花肉都能裹上一層糖色。接着再把提前準備好的蔥薑大料全部加進來，繼續翻炒，炒出蔥薑和大料裡面的香味兒。炒香過後，裡面加入30克生抽，再加入少許的老抽上色，其他的調料不需要添加了。繼續翻炒，炒出醬香味兒。把五花肉炒至上色後，加入適量的熱水，熱水一次性一定要加足。接下來的一步也非常的重要，再取出一罐新鮮的啤酒，直接倒入鍋中。做紅燒肉時，放入一罐啤酒，可以起到去腥增香、軟化肉質，同時還可以帶來獨特的香氣，使紅燒肉的口感更加醇厚。蓋上蓋子，中小火先燉40分鐘。朋友們，聞到這香味了嗎？如果你覺得這個做法簡單實用，別忘了給老王點個讚，評論一下，也歡迎轉發給更多喜歡做飯的朋友們。您的支持對我是最大的鼓勵。時間到了，打開蓋子，向裡面再放入適量的食用鹽，繼續翻炒均勻。蓋上蓋子，開小火再燉10分鐘。10分鐘過後，把裡面的花椒大料全部給它挑出來，然後開大火收汁。湯汁我們可以稍微保留一些，拌米飯吃，那味道真的是絕了。現在滿屋子都飄着香味兒，這時候我們可以直接關火出鍋了，裝入盤中，端上餐桌就可以給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經過長時間的燉煮，肥肉入口即化，像奶油般滑嫩，沒有絲毫的油膩。瘦肉則絲絲分明，吸足了湯汁，用筷子輕輕一夾就斷開了。從視覺上就讓你感覺到了酥爛，一口咬下去，有一種溫暖踏實的滿足感，你會忍不住想要再來一塊。尤其是裡面的湯汁，拌米飯吃，那味道真的是絕了。學會了這個做法，家裡來客人時錄上一手，保證全家人都誇你是大廚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點我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的美食視頻，我們下期再見。